现在是凌晨6点，位于河南省尾川镇的一家私人豆腐房，一位老人正在给石磨里加入豆子。这是今天第3盘豆腐的豆子。我这留的生意，能叫这生意度光。对。这盘石磨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一道道磨痕刻满岁月沧桑。如今电动装置让它重焕生机，机器一响，石磨悠悠转动，饱满的豆子在其中研磨成乳白的豆浆。尽管运转方式改变，可那古老韵味从未消散。每一滴豆浆都饱含着土地的馈赠，延续着代代相传的美味。上一锅豆子已经化为豆浆，此刻正在大锅里煮着。老人手法娴熟地清理着剩余的豆渣，为下一锅豆浆的熬煮做准备。这都下味儿。我这1年就是那2-3天花钱的店。豆浆入锅需要小火慢煮，这个过程是生豆浆变熟的关键，耗时久却能充分激发豆香，为制成豆腐夯实基础。豆浆在小火慢煮之下即将溢出，老人拿起水瓢，一瓢瓢舀起豆浆，浓郁豆香瞬间弥漫着整个豆腐房，勾动着人们对鲜嫩豆腐的期待。自从老人从父亲手里接过做豆腐的手艺，到如今已经有几10年的时间。过去豆腐房全靠人力，推磨、舀水、搬运全是重体力活。电动设备大大提升了效率，可老人做豆腐的每一道工序仍然严守家族古法。我这太累了，那时候是一盆一盆往这流程。豆浆熬好了就要出锅，老人的儿媳妇前来帮忙。老人用剩余的豆腐渣覆盖在火塘的火苗上。它不压住火，它火了以后破，它热了没法刷。其实豆腐呢，我也直接弄过去。哎，说可以。好不压住。这豆浆，还一样的。有没有错？不错。哎，哦。水泵很快就将锅中的豆浆泵入了大锅中。虽然锅底剩余的豆浆仍然需要手动舀出，但是水泵已经大大提升了效率。没有，那是有的黑点点的啥的，那不是。我喜欢干净的。
现在进入了做豆腐最关键的一道工序——点豆腐。由于老人正在清理大锅，准备迎接下一锅豆浆，这道工序暂时由儿媳妇代做。倒进豆浆里的是浆水，倒入的动作需要均匀而缓慢。在倒入几盆浆水之后，豆浆需要静置一会儿。把下一锅生豆浆蹦进锅里，这个活儿一个人完成不了，老人的儿子及时出现搭把手。这样。我做了几年就过来，我给你看，好，你给我扶一下。不用扶。咱家没有邻居，也没有家里。第二锅生豆浆已经入锅，与此同时，下一批豆子也被送进了石磨。这是个酸浆，酸浆啊，这酸浆豆腐，俺这都是老浆豆腐嘛，都是老浆，都是点当锅点豆腐，点豆腐用。没有它点不出来豆。俺这都属于发酵，俺这都属于是老浆豆腐。俺这根本不吃糕，吃糕豆腐不好吃。那个长哥这都是石膏豆腐，我没有用过，我就不知道啥是用石膏的。从小都跟着俺爹都是干的。
老人说的酸浆是豆腐汁液发酵成的酸性液体。豆浆煮好后，酸浆与豆浆里的蛋白质结合，让蛋白质聚集凝固成豆腐。酸浆和卤水还有石膏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来源于豆腐本身。用它点出的豆腐嫩滑有韧性，炖煮不易碎，口感软糯。这就是老人家做出来的豆腐传承几辈还非常受人欢迎的原因。不是那种石膏的，不是，他吃豆腐他还得吃我的豆腐，他卖豆腐你也知道，他卖豆腐他也吃我的。豆浆里已经渐渐浮现出棉絮状的物质，这些可都是即将组成豆腐的原材料，标志着豆浆正逐步转化为豆腐。一场美味的蜕变正在悄然发生。这些是不要了的。呀，这还是哪儿的啊？哦，豆腐逐渐沉淀在缸底，老人用多余的水分浸泡包豆腐的布，让这些布以温暖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豆腐。这就是豆腐。是，哎，不成，哎，中招了。还未成型的豆腐便是鲜嫩可口的豆花，处于口感最佳的状态。老人家热情好客，动作麻利地给我和另外一位客人各盛了满满的一碗。豆花儿，这都叫豆花儿。花的，来，好亮，好亮。入口的瞬间，软嫩爽滑的豆花在舌尖散开，豆香四溢，令人陶醉。那滋味着实是让人回味无穷。趁热好喝，好吧？对。你不要烫，要整着烫也好喝。这道工序叫渗水，是制作热豆腐的最后一环。与其他豆腐不同，它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挤压，水分是自然渗透出去的。这样做的豆腐口感绝佳，质地软嫩，豆香浓郁，最适合不经任何烹饪空嘴吃，能品尝到纯粹的豆香。正是因为这热乎的美味，人们给它取名为热豆腐。它咱这个豆腐，它手感它是汤是有弹性，你一摸着手，哎，这豆腐软乎乎的，它有弹性。这豆腐就特别好吃，它光滑，
它是自然烘干的豆腐，它就好吃。它就比着那个机器压那都叫水分压的，它这是自然烘干的，它好吃。厚娘套尖，为啥一吃之后一摸呀，这个棉花怪厚，其实这都是果。厚娘套尖，豆腐吃边，都是有原因的。豆腐的水分都在边上，它特别好吃。那豆腐当中那个豆腐水分都压了，那豆腐太次不好吃，就是那边上的豆腐好吃。哦。渗完了大部分水分，这盘豆腐被搬到了3轮车上，即将运往集市。在集市上，他的2个儿媳妇正在卖热豆腐。不管你走你睡觉，你不用管。老人转身又忙了起来，开始做下一盘豆腐。刚做好的热豆腐适合空嘴吃，而这盘豆腐适合炒、炖、煮汤，用各种烹饪方式做成菜肴，很让人期待。我也挺热啊。这大锅袋，比刚才多不少是吧？这多大？这多挺大多。几十年前，老人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房，这些年，豆腐房里的物品都成了老物件，老人做豆腐的工艺和初心也从未改变。凭借着这份坚守，他家的豆腐在当地远近闻名。从忙碌的上班族到普通老百姓，都把吃他做的豆腐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锅豆浆可算是让我赶上了。纯手工研磨，原生态食材，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每一口都是最地道的味道。这种难得一遇的豆浆，必须不能错过。再盛。哎呀，这些喝下去都不错，肚子装不下。7点多我起来。报告啊。
能吃。嘿嘿嘿。这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了嘞。最重要，对，这一项工序可能。嗯。豆腐干儿，我也不听。不能是干点儿。老人告诉我，他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是有绝招的。但即便是专业人士，也看不出这绝招用在了哪里。我全程见证了豆腐的制作过程，期间他没有往豆腐里添加任何其他东西。我想，他的绝招或许是在经年累月制作豆腐的过程中积攒下来的精细的经验吧。老人将这次做豆腐剩下的部分汁水倒入装酸浆的缸里，经过1夜的发酵，这些汁水明天就能化作酸浆，用于制作下一盘豆腐。就这样，随着一盘盘豆腐不断产出，酸浆也源源不断。这个就没有没有啥加劲儿，任何添加剂咱都不掺，自然那个。第二个，这你给人看着了呀？对，这从头到尾，我有啥加劲儿，我连动都不动。啊对，没有添加剂，什么都没有。没有，我啥东西多好吃啊！我还说那个酸汤是个神秘配方，是不是得单做？就那儿干不出来。你看这豆腐呢？哦，熏白。那就是个绝招。谁点豆腐了？大过谁看啊？他靠边我想出去下午说，我不能。这个豆腐还真的挺多学问的。多豆腐。他任何人我都不吃。他信得着你这儿？他知道我这豆腐好吃。我要说掉些豆腐了，我卖不了了。我说你这豆腐你弄过去卖了吧，中拿过来吧。他都给你弄。真的。这盘豆腐和上一盘豆腐在制作方法上有着区别，上一盘靠自然渗水，而这一盘需要借助液压机将水分压出去。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密，更有嚼劲，非常适合各类烹饪方式，
无论是煎、炒、烹、炸，都能轻松地驾驭。人家点了，就炒过的。炒，你这边炒了，你这个炒有点豆腐，你尝尝点豆腐，看这会儿点豆腐。啊，直接在往上压一个就行了。对。哦。这都是豆腐花嘛，他们都是豆花，这就叫正花。俺那俩媳妇不干这，强说他。我的豆腐可出名了。你别看我没有啥人，那是天冷，他们吃了我的豆腐，他都忘不了。同行的都不行。是吧？那不是喷的。这做豆腐也分人，我觉得。啊，分人，就你那个给你拉你那个人，他任何的豆腐能吃，是吧？他怪顾得很。他就吃着我的豆腐，辣椒酱好吃。多年来，当地的人们对老人做的豆腐青睐有加，这份认可让老人满心欢喜。可是欢喜之余，一抹隐忧悄悄爬上心头。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人开始为豆腐手艺的传承发愁。2个儿子和儿媳妇正值青春，都无意接手这份营生。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吧？都是无业。那2个儿媳妇儿，儿子有工作呢。儿子都是打工嘞。啊，那打工的也是工作嘛，都有活干是。这个看着就好。我来，你拿过来，我可就点个豆腐蛋，是不是？但多一点好像。多。这盘豆腐也缓缓滑入了液压机，从清晨5点到现在，已经将近中午11点，整整6个小时。今天的制作豆腐的工作即将完成。寒来暑往，日复一日，老人就这样坚守着他的豆腐坊，重复着这些工序，将岁月熬进了豆香里。它这凉了就成型了，是吧？对。现在还是那种散的状，你需要给它搂着包在一起，然后让它凉。大周本。这个你以前听过来都好。
好了，这都完成了，这就完成了啊。对。还有亮光呀！还有亮光。豆腐终于制作完成，老人赶忙把刚才做好的那盘豆腐送往大集。今天恰逢有集，集市上很热闹，人来人往。2个儿媳妇在摊位前忙得不可开交，摊位上的豆腐已经快卖完了。老大进来，你俩咋弄？哎，给你看一下，等会儿在这。好出点嘞。大一点。还是谁？不是你，那不是咱这儿的人。要不然我进不去。你这个带这枪的，咋了？弄上，看不见。倘若你有机会来到河南省韦川镇，刚一进镇便能瞧见一个卖热豆腐的摊位，那便是这位老人家的。你不妨来上一碗，不会让你失望的。热气腾腾的豆腐承载着最朴实的人间烟火。好了吧？豆绿豆呗。啊，绿豆的。